这个男人诡异地站在马路上，不断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。等到9点钟的钟声响起，他立刻冲进了大楼。男人叫阿东，是一个苦逼的上班族。今天是他来到新公司的第一天，没想到刚进入电梯，就遇到一位性感的美女。是个男人见了都想趁机揩油，但阿东连看都没看一眼。对美女来说，这简直就是极大的侮辱。变态的，美女都不看一眼。阿东进入公司后，没想到负责接待他的同事居然是他的大学同学。毕业之后，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。久别重逢的老同学便聊起了当年的往事。阿东有个严重的癖好，洗澡的时候一定要穿着内裤，还说他的特长只给最爱的人看。接着阿东夸赞麦克就是当年的情圣，根本没有他搞不定的女孩。麦克却开玩笑的说道，其实自己是位同志，故意泡妞就是为了掩盖真相。阿东听后脸上露出邪魅的笑容。这时脾气暴躁的美女上司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将麦克教训了一番，还强行要求他今晚加班。麦克感觉在朋友面前很丢面子，当场就顶撞了上司。这时阿东走上前，主动帮麦克扛下了所有。可没想到晚上加班时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女上司却以修电脑为由，把阿东叫进了办公室，随后便开始对他毫无底线的诱惑。结果阿东彻底沦陷了。第二天，阿东把昨晚的事告诉了麦克，可麦克根本不相信，认为这都是他的幻想。如果真发生了关系，那也是他霸王硬上弓，除非女总裁被色鬼上身，才会看上他这样的男人。下一秒，女上司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了阿东，这让众人都感到震惊，因为他从来不会夸人。为了验证真假，晚上麦克便主动留下来加班。果然到了9点整，屋内的灯光突然闪烁起来，女上司也变得神情恍惚。麦克见状直接冲进办公室，准备体验一下精神上的快感，结果却遭到一顿暴打。可麦克刚离开公司，女上司便和阿东抱在了一起，又度过了一个激情的夜晚。第二天上班时，办公室里一片狼藉。阿东将麦克叫到办公室，说他们昨晚搞得太激烈，女上司还咬破了他的嘴唇。麦克还是不相信，认为一切都是阿东故意搞的恶作剧，说完便气愤地离开了。这时阿东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。晚上阿东和照常一样在公司加班，可当他推开女上司的房门时，却看到惊恐的一幕。原来两人本来就是情侣关系，由于麦克经常勾搭小妹妹，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矛盾，不过现在已经和好如初。同时也得知阿东这几天根本没在公司加班，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他的幻想。阿东被揭穿后，又诡异地擦着额头上的汗水。原来在他第一天上班时就听说了两人的关系，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为了将两人拆散。可他爱的人并不是美女上司，而是英俊帅气的麦克。原来阿东是个同性恋，在大学时期就已经爱上麦克，而且他最宝贵的东西只想留给麦克。说着就要脱掉自己的裤子，麦克瞬间被恶心坏，一拳将老变态干翻在地。从那以后，阿东就像人间蒸发一样，再也没来公司上班，而一直霸气侧漏的女上司却变得温柔妩媚。麦克也被迷得神魂颠倒，无法自拔。这时同事在报纸上发现了阿东的死讯，原来阿东自杀后变成鬼魂，附在了女上司的身上，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幸福。这个胖子是个音响店的老板，但他每天从不考虑赚钱，总想着吃女员工的豆腐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公司就欠下巨额货债，即将面临倒闭的风险。这天，一个女员工上完厕所后，发现纸巾已经被用完了。就当她不知所措时，地上突然滚进一卷手纸。当她用完后，才察觉到异常，似乎有人在盯着自己。可当她推开隔壁的房门，里面根本没人。下一秒，老板突然出现在身后。原来这个死变态又在偷窥自己。但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发生，他每天不是调戏女员工，就是在调戏的路上，要不然公司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，就连那些债主也拿他没有办法。这天，老板之前拍的一部双人动作片，竟然被欧洲的一个大公司看中，准备以高价收购。有了这笔钱，公司就可以起死回生。但老板当时为了节约成本，居然没有用收音设备，现在只是一部没有声音的电影，如今只能单独配音。可员工们早就对他心如死灰，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。这天，老板上完厕所，不小心把手指掉在了外面。当他准备去捡时，不小心摔倒在地，结果却被厕所门直接夹死。小美过来上厕所时，以为老板又在偷窥自己，走近后才发现老板早已饮恨西北。这下公司彻底凉凉，于是大家决定平分公司家产。这时欧洲的大公司突然打来电话，原来老板并没有骗他们，现在只要给电影配音就可以拿到那笔钱。小美可能属于职场生物，很快又跑进了厕所，
这时下面突然滚进一卷手纸，小美以为老板阴魂不散，被吓得赶紧跑出了厕所。可当她收拾东西时，突然感到有人在扯她的衣服，她以为是同事的恶作剧，并没在意。这时卫生间里突然传来一声惨叫，原来同事刚才上厕所，总感觉有人在摸她的屁股，几人被吓坏了，赶紧派公司的伪娘前去查看，认为一定是老板的鬼魂在捣鬼。更恐怖的是，他还封锁了所有出口。几人冷静下来后，小美表示，老板虽然很好色，但他并没想象的那么坏，之所以纠缠他们，肯定有什么未了的心愿。这时那盘录像带突然掉了下来，为了摆脱纠缠，他们决定完成电影录音。可当他们配男生的时候，却出现了问题。公司唯一的男员工居然是个伪娘，配出来的声音比女人还要销魂。正在大家一筹莫展时，伪娘突然被老板上身，将狼的野性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时几位女同事也彻底放开，那种销魂的声音让人倍感舒适。配音结束后，老板的鬼魂显现在大家面前，感谢他们帮自己完成了最后的遗愿，但最后他还是没舍得离开。现在只要小美一伸手，就会有一卷手纸从天而降。这个女人天生就自带诅咒，只要被她说中的人，绝对活不过3秒。你这个该死的狗杂种，上街摔跤，泡妞得性命，坐电梯断缆，摔死你！老外不信邪，吃完雪糕后准备乘坐电梯回家，没想刚一上去就发生了意外。保洁大妈知道他是出了名的嘴巴臭，直接把他骂了一顿。怎么了？嘴太缺德会倒霉的，我就盼着你断子绝孙，死了以后还要被人监视啊！你下辈子投胎又聋又哑，百鬼缠身。原来他叫翠花，是一名公司白领，经常在大楼里散播八卦新闻，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信息小组。这天上班时发现老外脖子上的草莓印，就来到秘密基地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结果发现昨晚和老外搞在一起的竟是身边的同事。翠花听后醋意大发，还劝他赶紧劝一下 HIV。原来老外是个渣男，每天都在搞公司的女同事，几乎把所有的女人都搞了一遍，而下次的目标就是这对双胞胎姐妹。翠花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很是生气。这天中午看到同事们都在买马，翠花又开始毒舌大战。这组杂种马，哪个骑士骑上去都会坠马的，选哪匹坠哪匹。得知姐妹花晚上要去约会后，心中更是不爽，诅咒他们今晚全部被甩。找胡子哥帮忙取快递时，也遭到了拒绝。你赖我！该死的葡萄上天有人挡着，坐车就堵车，坐地铁停3小时，回来收到信被解雇。可人要是倒霉，放屁都在脚后跟。翠花下班乘电梯时，刚好遇到别人搬东西，因为超载只好等下一趟，结果又将人家对了一顿。出去摔死你这个混蛋！保洁大妈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向他发起了进攻。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，玲姐！快去看医生，你有口臭，让你的嘴别这么臭，不然的话你给我住口，小心好的不灵，坏的灵。可怕的是，翠花昨天的诅咒全部应验，骑士坠马，双胞胎失恋。胡子哥因为堵车没完成工作，被老板无情开除。女同事责怪他是个乌鸦嘴，劝他以后不要再胡说八道。可翠花表示这些都是巧合，如果他的话真的这么灵，就让所有帅哥都来泡他。没想到此话一出，帅哥立马出现在自己面前。翠花按耐不住心中的寂寞，趁午休时直接将老外推进了办公室。没想到刚进入主题，翠花就放了连环屁，搞得老外瞬间没了兴趣。很快这件事就在公司传开，当他找对方算账时，却遭到对方的侮辱。翠花一生气，果断放出了大招。你这个该死的狗杂种，上街摔跤，泡妞得性命，坐电梯断缆，摔死你！结果老外乘坐电梯时就发生了意外。这时翠花从梦中惊醒，原来刚才只是一场噩梦。接着老外找翠花约会的场景居然和梦里的一模一样，但结果却完全相反。两人在办公室里玩得不亦乐乎。战斗结束后，翠花便在同事面前炫耀起来。随后所有人来到会议室开会。这时翠花突然从报纸上看到老外出事的新闻。更恐怖的是，昨天公司发生了爆炸，所有人全部遇难。原来胡子哥被无情辞退后，假装请大家喝下午茶，偷偷在公司里安装了炸弹，将所有人全部炸死。得知此事后，翠花被他们绑了起来，并告诉他早就死亡的消息。可翠花根本不信，以为这只是一场恶作剧。住嘴呀，把戏戳穿了！你看他不知道自己死了怎么庆祝啊？你神经病啊！你这么说我才不信呢！我说我现在正在做梦，哎呀，我正在做梦啊，好怕好怕！这样不就行了吗？何必跟他废话呢？你早得拿把刀来捅他，我们就不用白费口舌了。
原来他当时睡得像死猪一样，根本没发现胡子哥送的蛋挞和炸弹，早就睡梦中饮恨西北。知道一切悲惨的遭遇后，翠花伤心不已，痛恨自己不应该出口伤人。如果没诅咒胡子哥，也不会发生这场悲剧。两眼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6月寒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你能不能把我解开？那我也是被你害死的，帮你。我祝愿你一辈子做牛做马，生孩子没屁眼儿。你老咒人家，没有好下场。别哭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的嘴比你更损呐。